Hello， 大家好，你身边有这种人吗？你轻轻碰他一下，就像他耳坠扎了一样，嗷嗷喊，他就说疼；有点光线，他就说他睡不着；特别吵闹的音乐，特别大的音量、噪声什么的，他就待不住。别人喝常温的水，他喝就叫烫煮。出去逛街，他只要买完他的东西，他立刻就说脑袋疼要回家。用我妈的话来说，就是你呀，净事儿。我先讲一个故事。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跟我爸说，我说爸呀，你咋的了？你就像我的拖鞋一样。我的拖鞋呢是一双狗狗造型的拖鞋，我已经穿了2年了，它已经像一条老狗一样趴趴着。那之后没有过多长时间，都不到1个月，我爸就被查出来得了一种几乎终身无法被治愈的疾病。不只是能看人不好，我也能看到人好的一面。就比如说大皮皮那个好朋友万年单身狗，可持续性的一直找不着对象，或者找到也立刻慌，要么就是那种骗他钱然后再去给别的男孩花的那种女孩，就他都遇到这种奇葩。那年过年我就瞅着呢，脑门脸这个位置是发出来粉色的光，我就说今年你肯定能找到对象。那年他何止是找对象，他直接结婚了，当年就结了。我愿意把我这种能力称为好玩的神奇的一种魔力。我以前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高敏感人群，但我特别讨厌给自己给别人就框到这个框里了啊！你就是高敏感人群，你就是事儿妈成精了。人生有10000种可能，为什么要给自己框死在这里呀？直到我看了这本书的序言，我就知道这本书它等了我很久，我也是时候来正视这个话题了。今天就来聊一聊从基因和细胞中产生变异的特殊人类族群——高敏感人群。你也特别敏感，那你一定要看这期的视频，因为你可以在我的这个视频中找到一切你想不明白的答案。高敏感人群可以非常容易地感知到周围环境的微妙之处，简称 HSP， 是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的英文缩写，也叫做感觉加工敏感。1996年由心理学家伊莲·艾伦第一次提出来。伊莲·艾伦他本身也是个高敏感人群，作为高敏感人群，他在经历了一些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后，他 emo 了。作为心理医生的他去看了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就跟他说，你呀，你就是太敏感了。伊莲·艾伦就跟心理医生说，来，你把我交给你的心理咨询费你给我退回来。因为对于高敏感人群，听到别人对他说你太敏感，就像听到别人说打招呼一样普遍。他认为这个医生太不负责任了。医生就说，你必须承认人和人的感知之间是存在差异的，显然你特殊敏感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于是伊莲·艾伦就开始系统的研究高敏感人群。这是高敏感人群的量表，我放到下面的说明栏了，你可以去测试一下。但我完全没有必要做测试，我100%是一个高敏感人群。如果我是50%或者是80%，我都不愿意把自己归到这个族群中。随着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确实有一群人特殊敏感，这群人就跟啥挂上钩了呢？自闭症、强迫症，反正就没啥好词儿。但其实它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读心人。按照咱之前的说法，高敏感人群就应该是别人的眼睛都是720P， 他们就得是1080P， 鼻子比狗鼻子的灵敏，不做基督犬都可惜了，耳朵那就跟蝙蝠猫头鹰有一拼。那为啥有特别敏感的人他眼睛近视眼，鼻子鼻炎，耳朵耳背呢？高敏感人群不是眼睛耳朵鼻子嘴更好使，而是在加工这些信息的脑区更为活跃，也就是脑岛。脑岛就是在脑子的最中间，它负责收集各种五脏六腑外在生理状态的各种信息，整理然后发给更高的脑区域做决策。同时它也是情绪的产生和发出地，也被叫做意识的所在地，就是所有这些脑岛负责的活。高敏感人群都特别活跃，也就是他情感也特别丰富。打个比方说吧，你看到一个蚂蚁，蚂蚁就只有蚂蚁那么大，在高敏感人群里，它就跟水碗一边大。如果给高敏感看爱人或者陌生人的照片，他脑岛肯定更活跃吧，他半拉的镜像神经元也活跃起来了。镜像神经元是干啥的呢？
镜像神经元就跟镜子是一个意思的。就比如说，我看到别人吃雪糕了，吃雪糕那人吃东西的脑区域活跃了，我通过看他，我吃东西脑区域也活跃了。我虽然没吃，但我就跟吃了一样。对应到高敏感人群身上就是高度的同理心。比喻一下哈，就像他的魂附到那人身上了似的，他能完全的感知到那个人的情绪。眼睛随处往哪一瞅，他其实能知道你心里是想啥的。别人不经意间的表情动作，他就能知道人家的意图，想跟他撒谎，完全瞒不过他的眼睛。如果他到一个房间，这房间刚刚有人吵过架，他能知道是谁和谁吵。有一次放假前，我们寝室3个人在寝室里吵架了，1个半月之后的开学，我回到寝室，我竟然看出来了，他几个还想瞒我，一下被我发现。我在这期里聊过，就是环境啊、磁场啊、感觉啊哪儿不对，真的就可以轻易的感受得到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他在放松状态下说出来的话，非常有可能成真。那你说同理心有啥用吗？除了看别人吃东西你馋之外，但他也没啥实际的用处。如果给高敏感人群看他们爱人悲伤的照片的时候，就比如说给我看大皮皮被人打哭了的照片的时候，他脑岛也不亮了，镜像神经元也不亮了，他的行动的脑区活泼起来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做什么能立刻缓解他的痛苦，所以那些脑区域都不用活泼了，直接行动帮助他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我看到这儿，我就突然间想到，我刚想要拿什么，我爸已经把这东西递到我手里了。他会在我要拿这个东西之前就已经把这东西给到我了。在这之前，我都一直认为我和我爸息息相惜，父女嘛，血脉相连嘛。屁嘞，他和每个人都息息相惜，他就是高敏感人群。高敏感人群基本可以判定是遗传的，就是遗传基因上的生理变异。发明高敏感人群这个词儿的心理学家伊莲·艾伦，他最好的朋友生了一个双胞胎，而且呢是一轮双胞胎。在人群当中，女性更容易是高敏感人群，而这对双胞胎当中的弟弟罗布却是高敏感人群，姐姐丽贝卡不是。从出生后呢，弟弟罗布就表现出不一样的地方。伊莲更加确定，高敏感人群就是他带来的。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睡觉，姐姐那是倒头就睡，越困越累，睡得越快，而弟弟罗布入睡就费劲，如果又累又困，那就更睡不着。我说我平时怎么太累的时候反倒更加失眠了呢？而且弟弟罗布很难有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，一旦醒了，那想再睡就老费劲了。罗布4岁之前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哭，他会被床单上的小人、海浪、音乐吓哭。等到罗布4岁之后呢，表现出开始努力适应的样子。他就是在跟家人一起看电影，尤其看到恐怖啊或者特别悲伤的情节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安慰大家这是电影而已，或者呢直接出去缓一缓，要不然呢就直接捂上耳朵或者眼睛。观测了所有的高敏感儿童出生后都会出现过敏、便秘、失眠、感冒，除了感冒吧，反正这些毛病现在都陪伴着我。我之前嘛就挺不理解，就是为啥会有人喜欢看艾琳破坏别人家庭，品如痛苦难过呢？对我来说那都太刺激了。还有那种爽文我都看不了，我的问题吗？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吗？过于激烈的言论呢，我看完就会特别的不舒服。然后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就别人讲什么生孩子，讲什么动手术，我听不了，我一听就像我生一样，特别疼。还有我每次出去就开车，我就在车里坐着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会突然的脑袋疼。如今我终于知道了，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你拿高倍的强光晃千里眼的眼睛，千里眼会咋的呢？会瞎。那就由我千里眼亲自出马了。看远点！等你很久了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我的眼睛好像火烧一样。如果你对着顺风耳的耳朵敲锣打鼓，顺风耳会咋的呢？顺风耳就得聋。哎呀！我聋了！哎呀，好难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顺风耳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呢。我到外面去那一趟，那种新鲜刺激不亚于顺风耳和千里眼。
最讨厌赵寅的人，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叔本华，他就经常说这种言论。对赵寅不敏感的人，就是没有才华的大草包，他们就是脑子粗糙。这句话真有点过了，但是你能感知到吗？他就是高敏感人群，什么弗里达呀、梵高啊、爱因斯坦啊，他们都是高敏感人群，100%必须是的一个人，就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作者，法国小说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。对他的描述是这么说的：他很少离开他只有1间房间的巴黎公寓。深居简出的作家，就算是写作也必须戴着耳塞，百叶窗必须常年拉着，内饰以软木为主，可以过滤掉讨厌的光线和烦人的噪音。高敏感人群，很多人说天才都怕噪音，那是怕噪音吗？他们就是高敏感人群，只是当时没发明这词而已。你说这高敏感人群他有啥用吗？他们那么脆弱，还怕光，还怕声，他都不符合进化论。这种人应该被自然界所淘汰。而人群中有15%到20%是高敏感人群。卡尔·荣格他必保是有一回呀，弗洛伊德就跟他说：“荣啊，咱们心理学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已经出了太多了，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看我们心理学界的笑话。你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儿你就放一放。”就在这时候，咔吧响了一声，荣格啪啪一拍手站起来了，说：“我刚才胃疼，我就知道他得响。”弗洛伊德说：“你说啥？”荣格说：“我耳朵现在疼，他一会儿还得响。”弗洛伊德说：“这就是木头裂开来的动静。”这时候咔吧又响，这给荣格高兴够呛。荣格说：“看着没，看着没。”弗洛伊德就说：“赶巧了。”荣格说：“你不信他还得响。”荣格摊牌了：“我高敏感人群。”荣格说：“高敏感人群在困境与磨难当中可以极大地展现出人性的光辉，而这种高敏感人群的存在已经超越了进化本身的意义。他们来到这世界都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而这些任务都是与治愈、帮助人类有关。”这是荣格说的。就这么说，就像高敏感人群好像是人类当中的天使一样。假设一个人是高敏感人群，在2战的时候，这个高敏感人群还是犹太人，还被抓进了奥斯维辛。你说按他这么脆弱敏感的性格，这帮高敏感人群是不是应该第一个被下躺下？然而不是，他们不但没有被下躺下，一直挺到了最后，还可以鼓励更多的人。伊莲·艾伦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案例，对，就是个高敏感人群，还是犹太人，还被抓进了奥斯维辛。他在被抓进之后，有一种内心的直觉告诉他，他在这里会被需要。你想想，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呢，每天都是在被杀与马上被杀之间，就很多人受不了就去自杀。他们自杀，那奥斯维辛能惯着你吗？你们想死就死了，就会惩罚剩下来的人。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停电了，悲伤与无助的氛围环绕着整个黑暗的房间。他把他能想到所有积极的正能量的词，不断的在黑暗中鼓励着大家。等到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，他周围围满了他的同伴，眼里含满了泪光，看着他充满了感激。最后他活下来了，挺到了最后，写了一本书，人类对意义的探索。他家族是有精神病史的，他的童年呢，一直他都不是很快乐，也饱受精神的折磨。你想，作为高敏感人群，他是可以感知到别人的情绪起伏是特别大的，特别容易造成那种不良不好的情绪。而他在帮助别人的那时候，他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平静。我再讲一个我的故事吧。我大学毕业后吧，和我的同学10年没见，可是我就总是梦到他。关键是我跟他的关系上学的时候不是最好的，我为什么老梦到他呢？后来10年后我看到他了，我知道他这几年经历了什么，我才明白为什么那几年我特殊老能梦到他，就是让我主动去联系他，去帮助他。而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学心理学？心理学本身不就是帮助别人排解治愈吗？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。我们这出马仙的一句话就叫魔怔了，他说我着魔了，他跟我说的啊，他说让我立堂口出马给人算命。之后吧，我开始接触到了准提咒，
我在念准提咒的时候，我可以找到我内心的平静。每当我特别烦躁或者是在负面乱想的时候，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念诵咒语。而在念诵的过程中，就像有一种心灵寄托，干点啥了他就不往那头想，就不至于让那种负面的情绪疯狂滋长，就给他压下来了。然后你再看啊，高敏感人群为啥发达来的？因为他脑岛活跃，脑岛里面包着松果体，松果体都负责啥？松果体可以让感官更加发达。高敏感人群感官本身就发达，可以用意识、心灵感应交流。高敏感人群就跟灵魂附到那人身上一样，就可以感同身受，用意识交流，直觉出奇的准。高敏感人群直觉出奇的准，他和松果体要干的事儿是不对上了。所以我觉得高敏感人群那些负面特征啊，那就是一把钥匙，你只有带着钥匙，带着这种折磨，不断的去寻找，不断的探究，找到那扇门，找到那件对的事儿。还有什么比你一辈子做着最对的事儿更幸福的呢？所以如果你是高敏感的人群，请欣赏你的天赋，并用你的天赋告诉这个世界你来过，爱这里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